我叫张小明，今年28岁，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。自从大学毕业后，我就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。工作虽然平平无奇，但至少过得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去年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叫李雪，是我们公司的新员工。我们两个很快就相恋了。李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她温柔体贴，是我理想中的另一半。我们相处得很融洽，就连我的父母也都很喜欢她。不过，李雪的父母对我们的关系却持反对态度，他们认为我的收入太低，无法给女儿一个体面的生活。为了让女儿改嫁他人，李雪父母要求我们分手，否则就不同意我们结婚。我和李雪都很伤心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李雪说服父母无果后，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，与我分手了。分手时，她哭着对我说：“听妈的，谅她3月，彩礼准能打对折。”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是字面意思。李雪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我爸妈是为了我好，他们觉得你的条件不够好，所以才让我们分手的。不过，我相信只要我们各自冷静一段时间，他们就会改变想法了。那你指望我们分手多久？3个月？半年？”我的语气透着无助和失落。我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李雪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女孩子，我真心爱着她。我以为我们的感情足以征服一切，没想到她父母的反对成了我们之间的一道坎。分手的打击让我无比沮丧，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真的配不上李雪？是不是我太穷了，无法给她一个幸福的家？我开始害怕失去她，生怕3个月后她会彻底离我而去。看着李雪含泪的双眼，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。我紧紧地拥抱住她，在她的额头亲吻了一下，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。好吧，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那我尊重你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声音有些哽咽。只要你保重，3个月后我们再见面。李雪点点头，在我的怀里又哭了一会儿。她擦了擦眼泪，看着我说：“我会等你的，小明，记住我们的约定，3个月后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回到你身边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捧着李雪的脸，深深地看进她的眼睛里，用尽全身力气说：“好，我等你，一定等你。”就这样，我们暂时分开了。李雪离开后，我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我的内心充满了无助和痛苦，生怕3个月后他会被别人迷惑而离我而去。但我还是决定相信他，相信他对我的爱。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期间我一直在努力赚钱。有一天，李雪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小明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痛苦。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吓了一跳，心像被掏空了一般。我爸妈实在是太固执了，他们坚持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李雪哽咽着说：“而且我也确实遇到一个不错的人选，他比你有钱有势，能给我更好的生活条件。可是你不是说要等我吗？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不爱我了吗？对不起，小明。李雪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我们走不到最后了，人家已经向我求婚了，我也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李雪会这么快就改变主意，而且连个解释都没有。我满怀希望地等了3个月，她却这么轻易就放弃了我们的感情。我开始怀疑这3个月的一切，她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等我？
他是不是已经对我死心，只是在骗我？我对他的爱情再次升起怀疑，我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。如果我坚持不分手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可是，如果当时我不答应分手，他父母又会如何呢？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痛苦之中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跌坐在沙发上，眼泪无助地流了下来。我的梦想，我的努力，我的一切都功亏一篑了。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可笑的傻瓜，被人狠狠地戏弄了一把。就在我万分痛苦的时候，父母从外面回来了，看到我满脸泪痕，他们很是惊讶和担心。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妈坐到我身边，紧紧地拥抱着我。李雪，她要嫁人了。我哽咽着说出了这个令我痛彻心扉的事实。什么？爸爸和妈妈都被我的话吓了一跳。我把这3个月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。爸爸气得直跺脚，妈妈则流下了眼泪。他们都很生气李雪的背叛，但更心疼我受到的伤害。别难过了，儿子。爸爸拍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，他若是这样的人，你们终归是不合适的，你值得更好的女孩。可是我是真心爱她的呀。我哭着说，心中的痛苦无以言表。妈妈拿出手帕，细心地给我擦拭眼泪和鼻涕。她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安慰我说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妈妈永远支持你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在父母的安慰下，我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。他们对我的关爱给了我莫大的力量，让我重新有了勇气去面对人生。就在我逐渐走出阴霾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李雪突然来到了我家。小明，我们复合吧。她双手合十，语气诚恳。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我反悔了。李雪低下了头。我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只有你，那个有钱人根本配不上我的心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？我的心头再次被无尽的痛苦淹没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我？看着李雪诚恳的眼神，我的内心陷入了天人交战。我还是那么爱她，她的一颦一笑都能牵动我的心。可是她也狠狠伤害了我，她的背叛让我备受煎熬。我开始怀疑她的真心，也怀疑自己是否还应该相信她。她是否只是权衡利弊之后，觉得我更有利可图，还是说她是真心想要复合？我真的搞不清她的想法了。看着李雪期盼的眼神，我的内心无比纠结。我盯着她，灰溜溜地转过身去，低着头陷入了沉思。小明，我知道我伤害了你。过了半晌，李雪小心翼翼地开口了，可是我是真的意识到了，你才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要随便答应别人的求婚呢？我转过身来质问道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那时的确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做出了一时的糊涂决定。李雪低下了头，眼圈有些发红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钱再多也换不来真心，金钱只会带来一时的快乐，而你才是能给我永恒幸福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李雪噙着眼泪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。小明，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吧。我发誓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，永远不会再伤害你了。我看着他哀求的眼神，内心无比纠结。曾几何时，我是多么盼望着他回心转意呀！可是现在，他的确实在伤害了我后又回来了，我却难以全盘接受。妈妈的一番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郑重地看着李雪，雪雪，我想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要诚恳地谈一谈。我的语气坚定而严肃。李雪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，她惊喜地点点头。好的好的，你说吧。
我都听着。你为什么会背叛我，答应别人的求婚？你是出于什么原因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平静地问道。看着李雪羞愧的神情，我的内心五味陈杂。一方面，我当然希望他能诚心诚意地向我吐露心声，好让我了解他的想法；另一方面，我又有些怕听到他的理由，生怕他会说出一些让我更加伤心的话。不过，不论如何，我必须弄清他的想法。如果我们真的要重新开始，就必须把一切矛盾都解开，以纯洁的心态互相理解和包容。我下定决心，要用最开放的心态倾听他的故事。李雪低下了头，脸上写满了内疚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抬起头，用哽咽的声音缓缓说道：当时我的确被金钱给迷惑了。那个人家境殷实，向我许下了重金聘礼，我一时糊涂，以为这就是幸福的保证。说到这里，李雪哽咽得更厉害了，她用力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继续说：可是后来我发现，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幸福。那个人虽然有钱，却从来不懂我的心，对我也是敷衍了事。我才意识到，你才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。李雪的眼神恳切地看着我，脸上写满了痛心和诚恳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的心再次被他牢牢抓住了。雪雪，我原谅你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终于开口了。不过以后你一定要诚实，不要再伤害我了。我发誓，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李雪激动地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你就是我这一生唯一的挚爱。我点点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转移了话题。那个人你都解决了吗？你们已经正式分手了吧？啊，对。李雪赶紧回过神来，郑重地说，我已经把他的钻戒还给他了，并且明确地告诉他，我永远不会嫁给他。看着李雪诚恳的表情，我的内心终于慢慢平复了下来。是啊，我们都还年轻，谁也不能说自己就一定不会犯错。重要的是，在错误之后能不能反省，能不能真心悔改。李雪的确伤害了我，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我。她为了我拒绝了有钱人的聘礼，这已经证明了她的决心。或许她值得被原谅和宽恕，毕竟谁都不是完人，我们终归要学会互相理解和包容。不过，我也希望她能够真正吸取教训，不要再被金钱和名利所迷惑。金钱固然重要，但它终究买不到真正的幸福。只有彼此的真心相爱，才是我们之间最宝贵的财富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下定决心要好好珍惜眼前的缘分。我会用我的全部真心去呵护我们这段脆弱的感情，不让它再次受到伤害。看着李雪重重的点头，我终于放下心来，张开双臂把她拥入怀中。她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，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紧张情绪中完全缓过来。我轻轻拍着她的背，安慰道：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往事就这样吧。李雪点点头，把头埋进我的怀里，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。她哽咽着说：谢谢你，小明，我发誓这辈子一定只爱你一个人，永远不会再伤害你了。我低下头，在她的发顶深深地嗅了一口她身上的香味，那是我太熟悉、太怀念的味道，是我们之间甜蜜回忆的气息。我相信你。我紧紧地抱着她，感受着她温暖的体香。我们从今往后就重新开始吧，好好把握这次缘分。李雪用力点点头，她抬起头，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。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，对视了好一会儿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。我们就这样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享受着久违的甜蜜时光。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，
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用真心去对待，就一定能够重拾从前的美好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李雪重新复合，恢复了以往的甜蜜恋情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们都从经历中吸取了教训，学会珍惜眼前的缘分。有一天，我鼓足勇气向李雪求了婚，她激动地点点头，开心地答应了下来。谢谢你，雪雪，我深情地说，以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。就这样，我和李雪完婚了。婚礼当天，亲朋好友们都来祝福我们新婚快乐，我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这一刻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。小明，我们终于结婚了。李雪穿着盛装，美丽动人，她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幸福的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。是啊，我们总算修成正果了。我深情地看着她，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要携手共度余生了。我一定会是个好妻子，好好侍奉你的。李雪郑重地说，眼神里满是诚挚。我笑着摇摇头，把她搂进怀里，在她的额头轻轻一吻。傻瓜，我们是平等的伴侣，你就好好爱我就行了。结婚后的日子过得十分美满，每天早上我都会被李雪亲手做的美味早餐给唤醒。她是个很好的妻子，善解人意，体贴入微，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不过有一点让我觉得有些遗憾，那就是李雪并没有去上班。她坚持要当一个全职太太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。我虽然不想勉强她，但还是私下里鼓励过她，希望她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可她总是笑着说没关系，她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。看着李雪日渐圆润的身材，我的内心也开始觉得有些空虚。我们结婚快2年了，可她却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们2个谁有生育问题？可每次我提出这个话题，李雪就会勉强笑笑，模棱两可地打发过去。渐渐的，我开始对此耿耿于怀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如果再不赶快生育的话，将来只会后悔。可是李雪总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我怀疑她是否还有私心再放不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和她谈谈这个问题。那天晚上，李雪照旧为我精心准备了一桌子拿手菜。我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身影，叹了口气，鼓足勇气开口了：雪雪，我们结婚2年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生孩子的事？李雪手一抖，刚端上桌的盘子掉在了地上，摔得4分5裂。她愣了几秒钟，然后低下头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？我关切地问，上前想要扶住她。李雪却退后一步，摆摆手制止了我。她低着头，用极其细微的声音说：没什么，我很好。那你为什么一听到生孩子2个字就这个反应？我皱起了眉头，有些困惑不解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顾虑？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明知道生育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质问和委屈。李雪的这番话无疑给了我当头一棒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她竟然瞒着我这么重大的事情。我们是夫妻，理应坦诚相见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。可她却一直对我隐瞒真相，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和愤怒。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信任就这样荡然无存了。我的心如同被无情撕裂了一般，万分痛苦。我真的开始怀疑，我们是否还有重新开始的可能。我盯着李雪哭泣的脸，愤怒地甩开她想要扶住我的手。我的拳头捏得紧紧的，
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够了！我咬牙切齿地说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会这么爱你，你就是一个骗子！说完，我猛地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，狠狠甩上了门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分居了，我搬去和朋友合租，而李雪则一个人待在家里。有一次，她来找我，想要和好。小明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她哭着说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冷冷地说，我们之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我叫张小红，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。最近，我的母亲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，让我非常担心和焦虑。母亲总是感到疲惫无力，经常头痛和眩晕。她曾是一个活跃健康的人，现在却越来越虚弱。我们怀疑她可能患有某种严重疾病，但具体病因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看着母亲日渐消瘦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。我的丈夫王伟是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，他认为母亲的病情一定和我们缺乏一个男丁有关。有一次，他对我说，小红，你看看你妈现在的样子，都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儿子的缘故。你要是能生个儿子，你妈的运气一定会好转的。我气愤地反驳道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妈妈的病和儿女无关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可是王伟却不依不释地说，你就听我的吧，做了手术对你有什么损失？只要能救你母亲，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我被他的固执弄得无语，只能摇摇头走开了。我知道王伟是出于好意，他只是太传统了，深信那些迷信说法。可是手术对女性的伤害太大了，我怎能逞强去做？更何况母亲的病和生不生儿子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爱王伟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的观念差异太大了。我到底该如何是好？我不想让母亲操心这些，也不想和丈夫反目成疾。我的内心陷入了深深的挣扎之中。为了查清母亲的病因，我们决定让她住院做进一步检查。入院那天，我请了假陪同母亲，看着母亲瘦弱的身影，我的内心十分痛苦。我用力握着她的手，想给她一些力量和勇气。母亲笑着对我说，红红，妈妈没事的，你别太担心了。我强忍住眼泪，点点头。在医院的走廊上，王伟又开始纠缠我做手术的事。他说，小红，你看看你母亲现在的样子，这都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儿子的缘故。你要是能生个儿子，你母亲的运气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气愤地反驳道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妈妈的病和儿女无关，你别胡说八道。王伟却不依不释地说，你就听我的吧，做了手术对你有什么损失？只要能救你母亲，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我被他的固执弄得无语，只能摇摇头走开了。我知道王伟是出于好意，他只是太传统了，深信那些迷信说法。可是手术对女性的伤害太大了，我怎能逞强去做？更何况母亲的病和生不生儿子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爱王伟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的观念差异太大了。我到底该如何是好？我不想让母亲操心这些，也不想和丈夫反目成疾。我的内心陷入了深深的挣扎之中。在母亲病危的时候，王伟却仍然孜孜不倦地纠缠我做手术。有一次，他在病房里对我说，小红，你看看你妈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儿子的缘故。你要是能生个儿子，你妈的运气一定会好转的。我被他的固执愚蠢弄得无语，只能摇摇头。母亲虚弱地说，伟子，
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我的病和儿女无关，你别添乱了。”可是王伟就是不肯死心，他执拗地说：“您就听我的吧，小红做了手术，对她有什么损失？只要能救您，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。”我看着母亲痛苦的神情，再也无法容忍王伟的无理取闹，终于爆发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对王伟说：“你给我闭嘴！妈妈就这么重病了，你还在这里胡言乱语。手术对女性的伤害，你懂不懂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只顾自己的想法，从来不尊重我。我真是瞎了眼睛，嫁给了你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。”王伟被我的怒火吓到了，低下头来没再说话。母亲虚弱地拉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红红，你别生气，伟子他是一片好心，只是太传统了，你别怪他。”我哽咽着说：“妈，我怎么就嫁给了这样一个人呢？您看看，他对您的病就是这副态度，简直是活该。”母亲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们年纪还小，总有分歧是正常的，你要体谅伟子，他其实是很爱你的。”我低下头，任由眼泪滚落下来。我知道母亲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王伟的做法真的太伤我的心了。母亲的病情一直在恶化，终于有一天，她陷入了深深的昏迷。医生告诉我们，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们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，守在病床前，痛苦万分。即使是我和王伟之间有过那么多局龉，此刻我们也化干戈为玉帛，紧紧相拥而泣。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我的心情无比沉痛。在她的遗体被抬出病房时，我突然下定了决心。我转过身，直视着王伟的眼睛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你根本不尊重我，总是我说一你说一，我再也不想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了。”我打断了他的话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闭嘴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滚出我的视线，永远消失！你这个混蛋，简直无药可救！”说着，我气冲冲地走出了病房。母亲刚刚离世，我此刻满心痛苦，根本无暇顾及王伟的感受。他在母亲临终前的种种行为，已经彻底伤透了我的心。我知道，我们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跨越，继续在一起只会是一种折磨。离开医院后，我暂时住在朋友家，每每想起母亲临终前的情景，我就痛不欲生。然而，更让我伤心的是王伟对待母亲病情的态度，他的固执愚蠢，他的传统迷信，他对我的不尊重，这一切都让我无法再继续与他相伴。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，王伟却来找我了。他先是哭诉着说：“小红，你别这么绝情好不好？我们结婚几年了，你怎么就这么决绝的要和我分手呢？”那天在医院，我确实说错话了，但我也是一片好心啊。我冷冷地说：“好心？你每次提手术的时候，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你是否尊重过我的意愿？你只顾自己的想法，根本不把我当回事。闭嘴！”我终于忍无可忍，咆哮着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妈妈就这么重病了，你还在这里胡说八道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些迷信的念头会给我带来多大的伤害？你根本就不尊重我，只把我当成生育工具。”王伟被我的怒火震慑住了，低下头来没再说话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王伟，我们之间的鸿沟太大了，你太传统了，总是执拗己见，根本听不进我的话。我已经再也无法容忍你对我的伤害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此分手吧，各走个路。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够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滚出我的生活，永远消失！
你这个混蛋，简直无药可救。”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王伟的哭喊声渐行渐远，我的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下来。我知道，我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。母亲离世后，我搬去了一处新租房，开始了独居生活。偌大的房子就只有我一个人，起初还感到有些孤单，但很快我就适应了这种生活，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可是，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过时了。男女平等，人人生而有尊严，这才是文明社会应该追求的价值观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彼此，互相包容，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之所以会嫁给王伟，是因为我当时太过听信父母的安排，没能真正认清自己内心的需求。婚姻生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之上，而不是一味压抑自我。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相差太大，就注定无法走到最后。就这样，我重新踏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。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开始从事公益事业。我志愿在城市社区做宣讲，向大家传播平等、包容、互相尊重的理念。我还参与了一些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活动，为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有时，我也会想起王伟，虽然他的思想陈旧，但我相信他内心并非坏人，只是受环境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，以至于无法自拔而已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够放下成见，真正尊重别人，包容不同的声音。生活总有坎坷，但只要我们怀着一颗善良的心，相信美好的事物终将来临，就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创造一个更加文明、更有包容心的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吧。人生的路究竟通向何方？我不能替别人做主，但我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离婚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在家休息，偶尔和朋友小聚。虽然看似平静，但内心的创伤却一直无法痊愈。每当想起王伟那固步自封、目光短浅的言行，我就无比痛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能就这样止步不前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我应该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，而不是永远缅怀过去。于是，我下定决心要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。这家机构的宗旨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，让他们重拾生活的勇气和希望。一开始，我只雇佣了几名员工，办公场地也很简陋，但我对这份事业怀有无比的热忱，恪守着尊重、关爱、分享的理念，希望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。起步阶段自然困难重重，缺钱缺人手，很多人对我们的机构也是不理解和质疑。可我并没有气馁，我知道这条路走起来很难，但我已准备好迎接一切挑战。就这样，我和几名员工艰苦创业，白天外出做公益，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。我们的足迹遍布各个角落，无论是救助遭遇家暴的妇女，还是为弃儿遗孤们创造就学机会，我们都在努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慢慢的，人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存在，纷纷伸出援手，为我们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，志同道合地为这份事业而奋斗。这期间，王伟也曾找过我几次，希望能重新复合，但每次我都婉言拒绝了，因为我的内心已经彻底决绝。我告诉他，我现在有了新的追求和理想，
而他那陈旧的思想只会成为我前进的绊脚石。我们之间注定无法再重修旧好。几年的打拼终于有了回报，我们的慈善机构逐渐壮大起来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。我们先后在全国多个城市设立了分会，机构规模不断扩大。更可喜的是，我们的事业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，获得了诸多赞誉和肯定。听到这番赞许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我坚定地与他握手，说：这一切都源于我曾经的人生经历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公益活动和论坛中，为弘扬人道主义的理念而努力奔走。我的故事也被诸多媒体广为报道，成为了启迪万千人心的正面力量。有人曾问我，为什么会下定决心投身公益事业？我想了许久，最后说，也许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婚姻生活中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和不公，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。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爱，这就是我最大的追求。是的，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新意义，虽然前路还很长，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完成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用善意和勇气去对待这个世界，终有一天，和平、尊重、包容就会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信念。今天，我们机构又迎来了一批新成员，他们中有刚离婚的妇女，也有遭遇家暴的女性，更有一些曾在人生的低谷中彷徨过的人。看着他们在我的呼吁下汇聚到这里，我的心中满怀喜悦。我知道，他们现在的处境就如同几年前的我一样，内心充满了伤痛和迷惘。但是，我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引导和鼓舞他们，让他们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和勇气。没有谁的一生是一片坦途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磨难，但只要我们保持乐观向上、互相关爱的心态，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这就是我最想告诉大家的。今后的路还很长，我们的事业还有太多的不足需要去完善，但我坚信，只要我们携手同心，用善意和勇气去对待这个世界，终有一天，和平、尊重、包容就会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信念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创造一个更加文明、更有包容心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吧。人生的路究竟通向何方？我不能替别人做主，但我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